地球上的生命遠比我們平常想象的更神秘，它不只是会生長、會呼吸、会繁殖，它還會等待、偽裝、合作、重生，甚至在最不可能的地方重新找到出路。從會發光的海洋，到似乎能倒轉生命时鐘的不死水母；從地下森林裡看不見的真菌網路，到能在太空真空中活下来的水熊虫。地球每一个角落都像藏着一個安靜的答案，而這些答案可能會改變我們看待生命的方式。有些故事像雷聲一樣震撼，有些故事卻像夜風裡飄過的一片花瓣，輕的幾乎聽不見，卻會留在心裡很久。現在，請先放慢一點，深吸一口氣，讓我們從海面開始，走進這場關於生命的漫長旅程。不死水母，生命真的能倒帶嗎？在地中海溫暖的海水裡，也在世界許多海洋之中，漂浮着一種小到幾乎不被注意的生物。它看起來脆弱、透明、安靜，但它挑戰的卻是自然界最嚴酷的一條規律：生命會老去，然後結束。這種生物就是不死水母。它真正驚人的地方，不是活得久，而是當它受傷、衰老，或者遇到危險時，它可以把自己退回生命早期的階段，就像一隻蝴蝶重新變回毛毛蟲，就像一段影片突然被按下倒帶鍵，它會回到水螅體的狀態，也就是水母生命中的童年，然後重新開始。這不是神話，這種現象已經在實驗室裡被反覆觀察到。理論上，只要不被吃掉，不被摧毀，它就能一次又一次穿越自己的生命週期。當然，它不能直接給人類一把通往永生的鑰匙，但它提醒我們，大自然的想象力遠遠超過人類的想象。在一片看似平靜的海面下，竟然有一種生命正在練習逆轉時間，而且不止一次，是一次又一次。森林不是沉默的，樹木在地下低語。走進森林時，我們常以為自己看到的是一棵棵獨立的樹，一棵松樹，一棵白樺，一棵冷杉。它們站在那裡，高大、沉默，像彼此毫不相干的巨人。但真正的故事發生在腳下，在土壤深處，樹根和真菌纏繞在一起，形成一張看不見的生命網路。這種網路叫做菌根網路，它像森林地下的通訊系統，也像一條條微小的補給線。樹木可以透過它交換養分，可以傳遞化學訊號，甚至在病蟲害、乾旱或危機來臨之前提前發出警告。有些老樹被稱為母樹，它們會把糖分和資源送給年輕的小樹苗。一棵垂死的樹，有時甚至會把最後的能量交給森林。這不是童話，也不是詩意的比喻，這是森林真正的生存方式。在那個由根、土壤和真菌構成的黑暗世界裡，森林並不是一群孤立個體，它更像一個會呼吸的共同體。我們在地面上看到的是樹，但在地下，生命正在交談。水熊蟲，小到像灰塵，硬到像奇蹟。水熊蟲很小，小到只有不到1毫米，在顯微鏡下，它們看起來像皺巴巴的8條腿小熊，甚至有點可愛。但千萬不要被這種外表騙了，水熊蟲可能是地球上最頑強的生命之一。它們可以承受接近絕對0度的低溫，可以忍受高溫、巨大壓力、強烈輻射，甚至可以在太空真空裡活下來。2007年，科學家把水熊蟲送上太空，它們暴露在軌道環境中，最後竟然活着回到地球。它們怎麼做到的？答案是一種近乎暫停生命的能力。
當環境變得太惡劣，水熊蟲會進入隱生狀態，它們幾乎完全脫水，新陳代謝幾乎停止，身體像一粒乾燥的小種子，安靜地等待。它們不是死了，它們只是按下暫停鍵。有時，一等就是數年。當水分重新回來，生命的開關又被打開，它們再次醒來，繼續前進。水熊蟲讓我們看到，生命不一定需要舒適，有時候，生命只需要一點點機會。4. 氧氣，曾經的毒藥，今天的呼吸。我們每一天都在呼吸氧氣，它維持心跳，點燃能量，讓我們活着。但如果把時間往回推20多億年，氧氣曾經不是生命的朋友，它是毒藥。那時的地球大气幾乎沒有氧氣，最早的微生物是在缺氧世界裡生存的厭氧生物。後來，蓝藻出現了，這些微小的光合生命開始釋放氧氣。一開始，量很少，但經過漫長時間，氧氣慢慢累積到海洋和空氣裡。於是，地球發生了一場巨大轉折，這就是大氧化事件。對許多古老生命來說，氧氣會破壞細胞，干擾代謝，它帶來的是災難，是大規模死亡。但對另一批生命來說，氧氣卻變成了新的能量來源。最終，這種氣體推動了更複雜的多細胞生命出現，也為我們的誕生鋪好了道路。所以，你現在的每一次呼吸，都不只是在吸入空氣，你也在吸入一段古老的地球史。氧氣是生命的禮物，但它也曾經是一場滅絕的陰影。5. 植物也會狩獵。我們通常把植物想得很溫柔，綠色、安靜，固定在土地上，像只會等待陽光和雨水。但有些植物並不只是等待，它們會獵食。捕蝇草、豬籠草、毛膏菜，這些食虫植物生活在養分貧瘠的地方，土壤給不了它們足夠的氮，於是它們走上了另一條路。它們用甜美的气味引誘昆蟲，用粘稠的露珠困住獵物，用深滑的瓶狀陷阱，讓昆蟲一旦掉下去，就再也爬不出來。捕蠅草更像一台精密的小機器，它不會因為一滴雨就浪費力氣閉合，它會觸觸碰，只有當昆蟲連續碰到感應毛，陷阱才會突然合上。咔嚓，一片綠葉變成了一張嘴。這些植物沒有牙齒，沒有爪子，但它們有耐心，有設計，有演化留下的精巧機關。它提醒我們，生存從來不只有一種姿態，即使是一片看似溫柔的葉子，也可能藏着獵人的本能。6. 一片葉子就是一座微型工厂。把一片葉子舉到光下，你會看到一個安靜卻複雜的奇蹟。葉脈像河流一樣分叉，將水分、礦物質和糖分送到每一個角落。葉面上布滿微小的氣孔，像一扇扇會開關的閥門。二氧化碳進來，氧氣出去。葉綠素捕捉陽光，把光轉換成化學能。這不只養活植物本身，它也支撐了地球上大多數食物鏈。有些葉子會跟着太陽轉動，有些能防水，有些能蓄熱，有些乾脆變成陷阱，捕捉昆虫。沒有兩片葉子完全相同，每一片都是一件柔軟而精密的工程作品，看似脆弱，卻充滿力量。7. 夜晚的海，為什麼會發光？想象一個夜晚，你走在安靜的海灘上，浪花一拍上岸，忽然閃出藍綠色的幽光。那不是月光的反射，也不是魔法，那是生命在發光。海水中有一些微小的浮游生物，受到波浪、
腳部或手臂滑動刺激時，就會發出冷光。這是一種化學反應，和螢火蟲發光的原理相似。在波多黎各、馬爾地夫等地，有時整條海岸線都會閃耀起來，像大海偷偷打開了一片星空。生物發光在地球海洋中多次演化，有些用來躲避掠食者，有些用來吸引獵物，有些用來尋找伴侶，或者在黑暗中彼此溝通。當世界陷入黑暗，生命沒有選擇沉默，它選擇了發光。8. 你不是一個人，而是一座行走的生態系。你以為自己是一個人，一個身體，一個名字，一個意識，但從生物學來看，你其實是一個龐大的生命共同體。你的皮膚、口腔、腸道裡生活着數以萬億計的細菌、病毒、真菌和弧菌，它們組成你的微生物組。這些微生物不是单純的乘客，它們幫助你消化食物，訓練免疫系統，產生維生素，甚至可能影響你的情緒與行為。有些微生物保護你，有些和入侵者競爭，有些則默默維持身體內部的平衡。你的微生物組就像指紋一樣獨特，世界上沒有另一個人擁有和你完全相同的內在生態。所以，下次當你感到孤單時，請記得，你從來不是单獨一個生命，你是一個世界，一個藏在皮膚之下，正在運轉的世界。9. 螞蟻用身體造橋，也用身體造船。在南美洲森林裡，行军蟻像一條活的河流，在地面上不停前進。當它們遇到縫隙、枝條或障礙時，它們不會停下來，它們會把自己變成橋。一只螞蟻抓住邊緣，另一只爬上它的背，接着第3只、第4只，越來越多，直到一條由活體組成的橋在空中形成。蚁群通過後，橋梁又會拆解，那些螞蟻重新回到隊伍裡，繼續行軍。沒有指揮官，沒有工程圖，只有每一只螞蟻根據旁邊同伴的行動做出簡單反應。但當成千上萬個簡單反應連在一起，就出現了驚人的集體智慧。或以更進一步，當洪水來臨，它們會互相勾住，形成一張漂浮的活木筏，它們身體之间困住空氣，整個群體浮在水面上，有時可以維持數周。這不是單純的求生，這是一台由生命組成的機器，柔軟可變卻異常堅韌。10. 章魚像外星生物一樣聰明。章魚在海裡移動時，像一場夢。它沒有骨頭，身體可以穿過極小的縫隙，它能改變顏色，改變紋理，像把自己的皮膚變成一塊活的螢幕。但更驚人的是它的內在。章魚可以大量編輯自己的 RNA。RNA 是把 DNA 訊息轉成蛋白質的重要分子腳本。對大多數動物來說，基因訊息相对固定，但章魚能在一定程度上及時調整這些表達，這可能影響神經元運作、環境感知，以及對溫度或壓力的反應。它不是改寫 DNA 本身，但它像是在生命程式裡臨時修改執行方式。科學家至今仍不完全明白，章魚為什麼能做到這一點，又如何做到這一點。但這讓它更加神秘。它像地球海洋裡最接近外星智慧的生物之一，安靜、柔軟，卻難以捉摸。11. 動物照鏡子時會知道那是自己嗎？很多動物都能看到鏡子裡的影像，但能不能知道那就是自己，是另一回事。在鏡子測試中，研究者會在動物身上標記一個沒有鏡子就看不見的位置。如果動物看到倒影後，試圖觸摸或檢查自己身上的標記，這可能代表它知道鏡子中的身影就是自己。能通過這種測試的物種並不多。
大型猿類、海豚、大象、喜鵲，可能還有蝠鳞，甚至有些魚類，也表現出令人意外的鏡像辨識能力。這不代表它們擁有人類一樣的意識，但它至少暗示一件事：自我這個火花可能並不是人類獨有，在生命之樹的其他枝椏上，也許有不同形式的心靈正在看着世界，也看着自己。12. 生命曾5次走到懸崖邊。地球生命古老而頑強，過去5億多年裡，地球至少經歷過5次大規模物種滅絕：火山爆發、小行星撞擊、海洋缺氧、氣候巨變。每一次，世界都像被重新洗牌。其中最慘烈的一次是二叠紀大滅絕，超過90%海洋生物消失，大量陸地物種也從地球上退场。可是生命沒有結束，每一次災難之後，幸存者都從廢墟中重新出發，新的生態系誕生，新的物種崛起，新的故事開始。我們也是這條幸存支線的一部分。如果遠古生命沒有撐過黑暗，我們今天就不會站在這裡談論他們的故事。生命不只是延續，它會重組，會轉彎，會在失去之後重新長出方向。13. 真菌會把昆蟲變成傀儡。森林不只有綠意與寧靜，在潮濕陰暗的角落裡，也上演着令人不寒而栗的生物戰爭。某些蟲草菌會感染蚂蟻，真菌進入它們體內後，開始生長，並釋放化學物質，改變螞蟻的行為。被感染的螞蟻會離開正常路線，爬到植物高處，它會咬住葉片或枝條，然後停在那裡。接着，真菌殺死宿主，從它的身體裡長出菌柄，再把孢子撒向下方，感染新的昆虫。這不是科幻片，這是演化花了數百萬年打磨出的策略，殘酷、精準，也令人震驚。在這場無聲的戰爭裡，最小的生命也可能擁有最可怕的控制力。14. 自然界的藍色其實很罕見。我們看到天空是藍的，海洋是藍的，有些鳥語，有些蝴蝶翅膀也閃着深藍或金屬藍。但在自然界裡，真正的藍色色素非常罕見。很多看起来是藍色的生物，其實並沒有藍色颜料，它們靠的是結構。羽毛或翅膀表面有極細微的排列，能改变光線的散射方式，讓藍色波長被反射出来，這叫結構色。換句話說，你看到的藍色有時不是染上去的，而是光被生命精密安排後呈現出來的一場錯覺。所以下次看到一抹野外的藍，別只把它當成顏色，那是光學、物理和生命工程在你眼前一起跳舞。15. 大象會哀悼。在非洲草原上，大象會做一件讓人沉默的事，它們會停在死去同伴的遺骨旁，用鼻子輕輕觸碰，久久不願離開。有些大象多年後會回到同一個地方，再次檢查那些骨頭。也有人觀察到，大象會守在垂死的同伴身邊，像是不願讓他孤單離去。我們不能簡單地說，大象的悲傷和人類一模一樣，但那種停留、觸碰、守望，本身就足以讓人動容。他們記得親人，記得朋友，也似乎知道失去意味着什麼。這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，同情、哀傷和愛，也許並不只屬於人類。在這些巨大而溫柔的身體裡，也流動着某種古老而深沉的情感。16. 珊瑚礁，微小動物建起的海底城市。珊瑚礁看起来像石頭，也常被誤認為植物，但它其實是動物建造出來的城市。每一座珊瑚礁都由無數細小的珊瑚蟲組成，
它們伸出觸手捕捉浮游生物，也分泌碳酸鈣，為自己建造堅硬的家。一代又一代，這些骨骼累積起來，最後形成巨大的水下結構。魚類、甲殼類、軟體動物、海龜，以及無數生命，都在其中繁衍。珊瑚礁覆蓋的海底面積很小，卻支撐着大量海洋物種。它們像海底的熱帶城市，繁忙多彩，充滿生機。可是這些城市也極其脆弱，海水升溫、污染、酸化，都可能讓它們失去顏色，甚至死亡。珊瑚提醒我們，最壯麗的生命建築，有時是最微小的建築師，一點一點堆出來的。17. 年菌沒有大腦，卻能解開迷宮。年菌看起來不像聰明的生命，它沒有大腦，沒有神經系統，甚至只是單細胞生物。但在實驗室裡，年菌能做到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：解開迷宮。科学家把食物放在迷宮兩端，年菌一開始向各個方向擴張，接着它會慢慢收縮，把多餘路線撤掉，最後留下通往食物的最有效路徑。它沒有思考，沒有計劃，卻能找到答案。它依靠化學梯度、環境回饋和身體分布式反應，完成類似計算的行為。甚至有人用年菌模擬交通網路，結果和人類設計出的系統有驚人相似。這讓我們看到，智慧不一定需要大腦，有時智慧可以寫在身體裡。18. 亞馬遜會自己制造雨。亞馬遜雨林不是被動地等待下雨，它自己也在制造雨。白天，陽光照在樹冠上，樹是一棵树透過蒸腾作用，把水分釋放到空氣中，水汽上升，冷卻，凝結成雲，最後又變成雨，落回森林。這是一個龐大的自我維持循環。森林吸水，吐出水汽，召喚雲，然後再接住雨。所以亞馬遜不只是地球之肺，它也是南美洲天空跳動的心臟。當森林被砍伐、燒毀，這個循環就會變弱，水汽減少，雲變少，雨也跟着少，乾旱就會擴大。雨林不是備件，它是氣候的引擎，它把水、空氣和生命編成一個巨大的呼吸系統。19. 青蛙可以被凍住，然後醒來。在北美寒冷的冬天，有些林蛙會經歷一場不可思議的變化，它們會被凍住，不是稍微變慢，而是真正進入冰凍狀態。心臟停止跳動，血液結冰，身體變硬，器官活動幾乎停下來，但它們體內有天然抗凍物質，可以保護細胞不被冰晶撕裂。等春天來臨，溫度升高，冰開始融化，這些青蛙又會醒來，它們重新活動，像從冬天的死亡邊緣走回來。這不是比喻，這是演化寫進它們身體裡的低溫生存技術。20. 鯨魚的歌可以穿越海洋。在黑暗深海中，鯨魚的聲音像遠古的鐘聲，低沉悠長，能傳出極遠的距離。藍鯨的叫聲是動物界最響亮、最深沉的聲音之一。在水下，它可以傳播數千公里。鯨魚用歌聲尋找伴侶，用歌聲導航，用歌聲和遙遠的同伴保持聯繫。座頭鯨甚至會唱出複雜旋律，這些旋律會變化，會傳播，像一種海洋中的口述傳統。我們還不能完全理解他們唱的每一句話，但我們知道，那不是隨機的聲音。在比人類記憶更古老的海洋裡，鯨魚一直用歌聲把生命的訊息送向遠方。21. 種子是时間旅行者。一顆種子看起來很小、乾燥、安靜，像沒有生命，
但它裡面藏着一整個未來。有些種子可以沉睡數十年、數百年，甚至更久。它们等待水分，等待溫度，等待時機。曾經有考古遺址中發現的古老椰棗種子，在沉睡約2000年後成功發芽。它像穿越帝國、戰爭、沙漠和時間，最後在現代世界醒來。種子有堅硬外殼，有精巧的化學機制，也有對環境的敏銳判斷。時機不到，它不動；時機到了，它開始。一顆種子就是一份沉默的承諾。生命可以等待，也可以回來。22. 你的骨骼來自星辰。這不是詩，這是物理學。你骨骼裡的鈣，血液裡的鐵，身體裡的碳與氧，許多元素都曾經在古老恆星內部被鍛造。當大質量恆星走到生命盡頭，發生超新星爆發時，這些元素被拋向宇宙，它們成為塵埃、氣體和雲。經過漫長時間，又被重力聚集在一起，行星形成，海洋出現，生命誕生。最後，其中一部分星辰組成了你。所以，你不是生活在宇宙裡那麼簡單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你就是宇宙的一部分，暫時排列成能思考、能呼吸、能感受的樣子。你是星辰，也是故事。23. 昆蟲看見我們看不見的世界。我們看一朵花，可能只看到紅、黃、紫、白，但蜜蜂看到的是另一個世界。許多昆蟲能看見紫外線，在它們眼中，一朵普通花瓣可能布滿發光的線條、圓環和標記，那些圖案像降落跑道，引導它們找到花蜜。花給蜜蜂食物，蜜蜂幫花授粉，這是一場看不見的交易，也是演化長久打磨出的合作。菜粉蝶、蜜蜂和許多昆蟲都生活在我們無法完全想象的光譜裡，同一個地球，卻有不同版本的世界。我們看到一朵花，他們看到的是一張發光的地圖。24. 袋鼠能讓懷孕暫停。在澳洲內陸，環境變化劇烈，乾旱、食物不足、氣候不穩，袋鼠因此演化出一個驚人的能力：母袋鼠可以延遲胚胎發育，這叫胚胎治愈。當育兒袋裡已經有幼崽，或者外界環境太差，受精卵會暫時停在早期狀態，像被身體按下暫停鍵，等食物變多，或者育兒袋空出位置，胚胎才會繼續發育。這讓袋鼠能精準安排繁殖時機，不是靠預測未來，而是把時間暫時鎖在身體裡。25. 有些魚可以改變性別。在珊瑚礁中，身份並不總是固定的，有些魚能從雄性變雌性，也能從雌性變雄性。小丑魚的社會有嚴格階級，最大的個體是雌性。如果雌性死亡，佔優勢的雄性會轉變成新的雌性。而在某些龍頭魚中，當雄性消失，雌性也可能變成雄性，接手繁殖角色。這不是單純行為改變，這是真正的生物學轉變，荷爾蒙改變，器官重組，角色更新。在海洋裡，生命用流動性回應環境，它不是固定不变，它會看見缺口，然後改變自己。26. 鳥類用地球磁場回家。每一年，候鳥飛越山脈、海洋和大陸，它們能在幾千公里外重新回到同一片繁殖地。它們怎麼做到？其中一個答案是地球磁場。有些鳥類體內可能有微小磁性物質，有些則可能透過眼睛中的特殊蛋白質感知磁场留下的線索。這種能力稱為磁感應，它和太陽、星星、地形記憶一起，
組成候鳥的導航系統。對他們來說，地球不是一顆沉默的星球，地球一直在低語，而他們聽得見方向。27. 地球透過碳循環呼吸。碳不只是化學元素，它像生命和地球之間的流动語言。你呼气時，釋放二氧化碳，植物吸收它，透過光合作用，把它變成葉子、根和茎。動物吃植物，微生物分解殘骸，海洋吸收碳，火山又把碳送回空气。有些碳被锁进岩石，有些成为化石燃料，有些留在大气裡，影響气候。這是一個持續數億年的循環，但現在，人類活動正在讓它失去平衡。理解碳循環，就是理解地球不是一顆靜止的石球，它有呼吸，有交換，有脆弱的平衡。28. 細菌是地球最早的建築師，在植物之前，在動物之前，在氧氣充滿空氣之前，細菌已經在地球上工作。疊層石就是它們留下的古老建築，這些岩石狀結構是藍綠菌一層一層捕捉沉積物形成的。有些疊層石化石可以追溯到35億年前以上，它們是地球最古老的生命證據之一。這些微生物透過光合作用釋放氧氣，最後改變了大氣，也改變了生命演化的方向。今天，在澳洲鯊魚灣等地方，仍能看到活的疊层石，它們安靜、古老，像时間立在水中的紀念碑，沒有工具，沒有眼睛，卻為後來的一切奠下基礎。29. 海豚似乎會叫名字，海豚用哨聲和咔嗒聲交流，但更驚人的是，它們可能擁有名字。每只海豚在年幼時都會發展出一種獨特的標誌性哨聲，其他海豚能學會並記住這個聲音。當它們呼喚某個特定個體時，就會使用那個哨聲。研究者播放某只海豚的標誌性哨聲時，它會做出反應，像人類聽到有人叫自己名字時回過頭來。這表示海豚的社會記憶和個體辨識能力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複雜。在海浪下面，它們不是隨便鳴叫，它們在呼喚彼此。30. 撒哈拉曾經是綠色天堂，今天的撒哈拉是金色的沙海，炎熱、乾燥、遼闊到令人敬畏。但大約6000到8000年前，這裡曾經完全不同。雨水充沛，河流流動，湖泊閃光，草原上有大象、鱷魚、長頸鹿，也有人類活動。古老洞穴壁畫記錄了那個綠色世界。這段時期被稱為非洲濕潤期，它和地球軌道變化、季風強弱有關。後來，雨水減少，沙漠回來，綠洲退場。但在沙層之下，仍埋着古湖床、化石樹木，以及那個濕潤世界的記憶。撒哈拉不是永遠如此，它曾經柔軟、翠綠、生機勃勃。這提醒我們，地球上的風景也會像生命一樣改變命運。31. 蜜蜂理解靈。蜜蜂大腦很小，但小不代表簡單。實驗顯示，蜜蜂可以理解靈這個概念。它們被訓練選擇數量較少的圖形後，面對一張完全空白的卡片，竟然能理解沒有比一個更少。這是一種抽象能力，在人類之外，只有少數動物展現過類似數字推理。蜜蜂的智慧不靠大腦大小來衡量，它靠的是演化需求，是群體生活，是與世界互動的精細能力。在嗡嗡作響的蜂巢裡，每一隻小小的蜜蜂都可能藏着超出想象的頭腦。32. 狼改变了河流。1990年代，狼被重新引入黄石国家公園，
人們原本以為它們主要影響鹿群數量，但后來發生的事遠遠超過預期。鹿不再毫無壓力地啃食河岸植物，樹木和灌木恢復生長，鳥類回來，海狸築壩，植物根系穩定土壤，河岸侵蝕減少。在某些地方，河流甚至變得更窄、更穩定、更彎曲。一種掠食者的回歸，竟然影響了整個地貌，這叫營養級聯。它讓我們看到，自然不是一堆彼此獨立的零件，每個生命都牽動另一個生命。在狼嚎重新響起的地方，大地開始慢慢修復自己。33. 花會聽蜜蜂的聲音。花沒有耳朵，但有些花似乎能聽見蜜蜂。研究發現，某些植物能对传粉昆虫翅膀的嗡嗡震动做出反应。當蜜蜂靠近，花瓣接收到特定頻率的震動，花蜜可能在短時間內變得更甜。這不是聽覺，卻像一種震動感知。蜜蜂嗡鳴，花朵回應。花園並不沉默，那裡有輕微的震動，有看不見的訊號，也有一場緩慢而精準的對話。34. 第一，兩種生命合成一種生命。在岩石、樹皮和山崖上，你會看到第一，它們像一片片粗糙的彩色斑塊，安靜地貼在世界表面。但第一不是單一生命，它是真菌和藻類，或真菌和蓝绿菌組成的共生體。真菌提供結構與保護，光合作用夥伴制造食物。它們一起活在北極、沙漠、山頂等嚴酷環境中。這種關係不總是溫柔，有時真菌也會占主導，但結果是驚人的韌性。第一能分解岩石，慢慢創造土壤。它像生命派出的第一支拓荒隊，把荒涼表面變成其他生命能站穩腳步的地方。兩種生命，一種存在，一份寫在岩石上的合作契約。35. 裸鼹鼠挑戰衰老規律。裸鼹鼠看起来並不討喜，皺巴巴，幾乎無毛，長期生活在地下。但在生物學上，它們極其特殊。一般哺乳動物年紀越大，死亡風險越高，但裸鼹鼠的衰老方式很不尋常。它們對癌症有很強抵抗力，也能忍受低氧環境，壽命可以達到30年，對啮齒類來說非常驚人。它們的細胞更穩定，蛋白質較能抵抗損傷，身體像沒有完全遵守我們熟悉的衰老規則。科學家研究裸鼹鼠，希望從它們身上找到長壽、抗癌和耐壓的線索。在黑暗地底，這些小小的生物安靜生活，但它們身上藏着的答案，可能有一天會照亮人類自己的未來。36. 你的身體有30兆個細胞在協作，你不是一塊固定的物體，你是一場正在進行的細胞交響曲。大約30兆個人體細胞共同工作，肌肉細胞收縮，神經元放電，紅血球運送氧氣，免疫細胞巡邏防禦，腸道細胞消化吸收，皮膚細胞不斷更新。每一天，細胞死亡，也有新細胞誕生。你不是昨天完全相同的你，你在一點一点被重建。但奇妙的是，這麼多微小生命單位一起運作，最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你。你是一個人，也是一座城市，更是一個協調的令人驚嘆的生命系統。37. 鸚鵡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聰明。鸚鵡會說話，但它們不只是模仿聲音。有些鸚鵡能理解顏色、形狀、數量，甚至相同和不同這類概念。著名的非洲灰鸚鵡 Alex 能回答複雜問題，表達需求，也能顯示出接近幼兒水準的認知能力。鸚鵡在野外也會解決問題，使用工具，學習社交規則。
它們的大腦結構和人類不同，但演化顯然找到另一條通向智慧的路。當一隻鸚鵡開口時，我們聽到的也許不只是回音，也許那裡真的有思考。38，海洋藏着地球最大生命世界。我们站在陸地上，所以容易以為陸地才是生命的主舞台，但地球表面超過70%被海洋覆蓋。真正龐大的生命世界在水下，從微小浮游生物到巨大鯨魚，從發光水母到海藻森林，從珊瑚礁到深海海溝，海洋裡的生命多到難以估計。一滴海水中就可能有成千上萬個微生物，而深海的大部分地區至今仍未被人類真正探索。大海不是空的，它是藍色荒野，是地球最壯麗也最陌生的生命舞台。39，潘多，一整片森林其實是一棵樹。在美國猶他州有一片贍養林，看起來只是很多棵樹，但它們其實可能屬於同一個根系。這就是潘多，一個巨大的克隆群落，每一根樹幹基因幾乎相同，都是同一個地下根系長出的分支。單一樹幹會死亡，也會再生，但整個生命體可以延續極長時間。它是一片森林，也是一個個體，古老、安靜、龐大，卻不張揚。它用根系穿過時間，讓生命一代又一代從地下冒出。40，病毒不一定只是敵人。我們一提到病毒，常想到疾病，但病毒在生命史中並不只是破壞者。有些病毒會感染有害細菌，幫助維持微生物平衡；有些病毒基因則在漫長演化中進入了生物基因組。人類基因組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遠古病毒留下的痕跡，其中一些序列甚至參與了大腦發育、免疫系統和生殖過程。病毒既是威脅，也曾是改造生命的工具。我們的身體不是一個單一、純淨、孤立的故事，它裡面也寫着遠古感染、演化妥協，以及生命重新利用危機的痕跡。41，鯊魚比樹木更古老。鯊魚常被視為現代海洋中的頂級掠食者，流線、安靜、迅速，帶着原始力量，但它們的血統比我們想象的更古老。鯊魚已經在地球上存在超過4億年，而真正的樹木大約在3億5千萬年前才出現。也就是說，在第一片森林覆蓋陸地之前，鯊魚已經在海裡巡遊。它們經歷過多次大滅絕，甚至見證恐龍的興起與消失。每一條鯊魚劃過水面時，都像一道活的歷史，沉默、穩定、古老到幾乎難以想象。42，裝飾蟹把海綿穿在身上。在淺海中，有些螃蟹把偽裝做成了一種藝術。裝飾蟹會撿起藻類、海綿或其他小生物，用身上的鈎狀毛固定在背甲上，有些甚至背着活海綿到處走。海綿繼續生長，螃蟹則把它當成偽裝外套。有時海綿本身的氣味或毒性還能幫螃蟹嚇退掠食者。它不是躲在環境裡，它直接把環境穿在身上。43，昆蟲才是地球真正的大族群。我们常以為人類是地球的主角，但從數量和多樣性看，昆蟲才是陸地上的真正巨族。地球上每一個人可能對應數以億計的昆蟲，甲蟲就佔已知動物物種很大比例。昆蟲授粉、分解廢物、循環養分，還是無數動物的食物。它們建造城市，發動戰爭，有些甚至會耕種真菌。它們小，卻塑造世界；它們無聲，卻支撐生態。我們或許在想象中統治陸地，但昆蟲
早就在這裡生活了4億多年，而且很可能，在我們離開很久之後，它們仍會繼續存在。44. 天堂鳥把求偶變成舞台劇。在新幾內亞熱帶雨林深處，天堂鳥把演化變成了表演。它們有金屬藍、火焰橙、天鵝绒黑的羽毛，有些羽毛像彩帶，有些會展開成扇形，有些尾羽細長的像舞台道具，但外表只是開始。雄鳥會跳舞，跳躍、旋轉、鞠躬、擺姿勢，搭配咔嗒聲、哨聲和拍翅聲。雌鳥在旁邊觀察，每一個動作，每一次節奏，都可能決定它是否被選中。這是求偶，也是審美，更是演化對華麗表演的偏愛。45. 蜘蛛絲比鋼更輕，也更韌。蜘蛛在角落裡拉出的細絲，看起來一碰就斷，但它其實是自然界最驚人的材料之一。蜘蛛絲以重量計，強度可以勝過鋼材，它既堅韌又有彈性，能吸收巨大能量。蜘蛛會吐出不同種類的絲，有的黏，有的光滑，有的用來結網，有的包裹卵囊，有的作為安全繩。每一根絲都是蛋白質以精密方式排列出来的工程奇蹟。科学家研究蜘蛛絲，希望應用在醫療奉獻、防護材料和輕量工程，但蜘蛛早就在幾億年前掌握了這門技術。它從身體裡抽出線，一根一根織出奇蹟。46. 螢火蟲用光說話。夏夜裡，一點點微光在草叢和樹間閃爍，那不是星星掉到地上，那是螢火蟲在交談。不同種類的螢火虫有不同閃爍節奏，雄蟲在空中閃光，雌蟲在草叢中回應。這是一段用光寫成的求愛訊息。它們腹部的化學反應產生冷光，幾乎不產生熱。這種光既美麗也實用，可以吸引伴侶，也能警告掠食者，我可能不好吃。黑暗不是沉默，對螢火蟲而言，黑暗是一張可以書寫的紙。47. 動物也會用藥。在非洲和南美森林裡，有些灵长類動物生病時不會隨便吃東西，它們會尋找特定植物。有些黑猩猩會吃味道苦澀、平常不吃的葉子，有些會吞下粗糙葉片，幫助排出寄生蟲，有些會把植物物質塗在皮膚上。這些植物往往含有抗菌、抗真菌或抗寄生蟲成分。這種行為叫動物藥理學，它挑戰了只有人類懂得用藥的想法。森林不是只有食物，它也像一間安靜的藥房。而有些动物早已知道該打開哪一個抽屜。48. 你呼吸的氧氣有一大部分來自海洋。很多人以為氧氣主要來自森林，但地球可呼吸氧气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海洋裡的微小浮游植物。它們漂浮在海面附近，像植物一樣进行光合作用，吸收陽光，吸收二氧化碳，釋放氧氣。它們小到肉眼難以看見，卻支撐着海洋食物鏈，也維持大氣中的氣體平衡。從岸上看，你看不到它們，但每一次呼吸都可能有海洋的參与。你吐出一口氣，海洋接住它，海洋再把氧氣還給世界。49. 烏鴉會計劃未來。烏鴉不是普通的鳥，它們會使用工具，會藏食物，會記得人臉，也會做出看似提前計劃的行為。實驗中，有些烏鴉會保存工具，留到未來使用；有些能理解因果關係，有些甚至能選擇暫時放棄眼前的小獎勵，等待更好的回報。它們可以把鐵絲彎成鈎子，用枝條取出食物，也能記住曾經威脅過它的人類脸孔多年。
他們穿着黑色雨衣，站在城市邊緣和森林枝頭，安靜觀察、學習、記憶。在他們那顆小小大腦裡，藏着部署大型猿類的解題能力。50蛇用臉看見熱。對某些蛇来說，黑暗并不等於看不見。蝮蛇、蟒蛇和蚺蛇有特殊的夾窩器官，這些位於臉部的小開口可以感知紅外線，也就是熱。在完全黑暗中，它們仍能察覺温血獵物的輪廓。对蛇而言，老鼠不是一团黑影，而是一塊在寒冷背景上發亮的熱圖像。這不是魔法，是物理和生物學結合出的第六感。每個物種都活在自己的現實裡。蛇的世界不靠光照亮，而靠熱浮現。51北極苔原會突然開花。一年中大部分時間，北極苔原都被冰雪、狂風和寒冷覆蓋，那裡像一片沉默的白色世界。但短暫夏天一到，一切立刻改变，冻土变軟，太陽幾乎整天不落，花朵、苔蘚、草本植物在短時間內爆發生長，昆蟲嗡嗡飛舞，鳥類回巢，哺乳動物覓食、繁殖、撫育幼崽。這不是慢慢醒來，這是一場生命的急速爆發。因為時間很短，有時只有幾周，生命必須抓住陽光，抓住溫暖，抓住每一秒能生長的機會。苔原看似嚴酷，卻深知時機。它在最短的夏天裡開出最密集的生命。52海參能把自己變軟又重新變硬。海參看起來不起眼，柔軟緩慢，在海底安靜移動，但它有一項奇特能力，它能改变身體硬度。遇到危險時，海參的結締組織可以快速變軟，讓身體像液體一樣擠進縫隙，然後又能重新變硬，恢復形狀。它沒有盔甲，沒有速度，但它把身體變成可以調整的材料。在海底世界裡，柔軟本身也是一種力量。53冰魚血液裡有天然防凍劑。南極海水寒冷到足以讓許多生物結冰，但冰魚能在那裡生活。它的身體裡有特殊抗凍蛋白，這些蛋白會阻止冰晶在血液和組織中擴大。某些冰魚甚至沒有紅血球和血紅蛋白，身體近乎透明。它們以低溫、低代謝、特殊循環系統適應極端環境。南極冰海看似不適合生命，但冰魚把寒冷寫進身體，變成自己的生存語言。54白蟻丘是天然空調大樓。從外表看，白蟻丘像一堆泥土，但它其實是複雜的工程結構，裡面有通道、房間、育幼區，甚至有調節溫度和濕度的通風系統。熱空氣上升，從通風口排出，冷空氣從下方進入。整座蟻丘像一台不用電的空調機，沒有建築師，沒有藍圖，只有千萬次小小行動，堆出一座會呼吸的建築。白蟻讓我們看到，集體合作有時能創造超越個體理解的結構。55蜥蜴可以從眼睛噴血，聽起來像傳說，但角蜥真的可以從眼睛附近噴出血液。當它遇到掠食者，尤其是狐狸、狼或郊狼一類的敵人時，它能讓眼部血管壓力上升，把血噴向對方。這種血液味道不好，可能讓掠食者退縮。對蜥蜴本身來說，傷害很小，血管能很快恢復。這是防禦，也是一種震撼戰術。在自然界裡，有時活下去的關鍵不是力量，而是讓敵人嚇一跳。56生命可能最早從深海黑暗中開始。生命最早在哪裡出現？答案仍在研究之中，但深海热液喷口是重要候選地之一。
那裡沒有陽光，只有高壓、黑暗、熱水、礦物質和化學能。從海底裂縫噴出的熱液、富含硫、鐵等物質。某些微生物不靠光合作用，而靠化學合成取得能量。也許，早期生命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找到第一個立足點。如果真是如此，那麼海洋最深、最黑暗的地方，可能也是地球生命最古老的搖籃之一。57. 海星能重新長出手臂。海星被咬掉一只手臂，並不代表結束，它可以再生。有些海星能重新長出失去的腕足。在某些情況下，如果断臂中带有足夠的中央盘組織，甚至可能長成新的海星。這種能力和它們特殊的幹細胞、分散神經系統以及緩慢的身體重建能力有關。海星不急，它用時間修補自己，一點一點把失去的部分重新寫回身體。58. 鴨嘴兽像是演化留下的謎題。鴨嘴獸像被不同動物拼在一起，鴨子的嘴，海狸的尾巴，水獭般的腳。它是哺乳動物，卻會產卵。它會分泌乳汁哺育幼崽，但沒有乳頭。雄性後腿還有毒刺。這種動物看起來像玩笑，但它其實是古老哺乳類演化支系的活見證。它告訴我們，演化不是按照人類分類表一格一格前進，它更像一條布滿分叉的小路。有些路消失了，有些路竟然一直走到今天。59. 蝙蝠用聲音看世界。在夜晚，蝙蝠快速飛行，躲過樹枝，捕捉昆蟲。它們靠的不是人類式視覺，而是回聲定位。它們發出高頻聲波，声波打到物體後反彈回來。蝙蝠根据回声的時間、強弱和方向，在腦中建立一張聲音地圖。有些蝙蝠甚至能在空中捕捉蚊子。黑暗对它們来說，不是一片空白，它充滿形狀、距離、速度和方向。它們不是看見黑暗，它们是听見世界。60. 企鵝用石頭求婚。在寒冷的南极和亞南极地区，有些企鵝會用鵝卵石筑巢。對它們來說，石頭非常珍貴。雄企鵝如果想打動雌企鵝，可能會把一顆漂亮的小石頭送到它面前。這是一份禮物，也是一個邀請。如果雌企鵝接受，它們就可能一起築巢，開始新的家庭。在冰冷世界裡，一顆小石頭竟然可以承載求偶、承諾和繁殖的開始。61. 有些鳥能一邊飛一邊睡。長途遷徙的鳥不能總是停下來休息，有些鳥類因此演化出驚人的睡眠方式。它們可以讓一半大腦休息，另一半保持清醒，一隻眼睛閉上，另一隻眼睛睜着。這種單半球睡眠讓它們在飛行中保持基本警覺，雖然不是深度睡眠，但足以支撐漫長旅程。在高空中，有些夢不是躺着做的，而是乘着翅膀穿越風和雲。62. 人腦靠微小電火花運轉，你的每個念頭、每個回憶、每次決定，都來自大腦裡無數細胞的訊號傳遞。神經元之間以電化學方式溝通，離子通過通道流動，形成電位變化，訊號抵達突觸，再透過化學物質傳給下一個神經元。這不是電線裡的普通電流，這是生物性的火花。當你看見、聽見、思考、恐懼、喜悅，腦中都在爆發一場看不見的閃電風暴。你不是只有血肉，你也是光、電和記憶組成的活動現象。63. 烏賊能在眾目睽睽下消失。烏賊是海洋中的偽裝高手，它們可以在瞬間改變皮膚顏色、亮度和紋理。更奇妙的是，許多烏賊本身是色盲，但它們仍能與背景驚人的融合。
它們的皮膚裡有色素細胞和反光結構，能快速調整外觀。這不只用來躲藏，也用來溝通、求偶、威嚇和捕獵。一隻烏賊就是一幅活畫布，每一次呼吸，畫面都在改變。64. 月亮會召喚珊瑚繁殖。在某些珊瑚礁，每年特定夜晚，珊瑚會同時釋放卵和精子，海水突然充滿粉紅、白色或米色的小顆粒，向海底下起一場生命之雪。這種大規模同步產卵，往往和月相、海水溫度與季節有關。珊瑚沒有眼睛，沒有日曆，但它們像聽見月亮的節拍，在同一個夜晚回應。海面平靜，月光落下，整座珊瑚礁突然把未來交給海水。65. 青蛙用眼睛吞嚥。青蛙吞食獵物時，常會眨眼，這不是單純表情，它的眼球會向下壓入頭部，幫助把食物推向喉嚨。換句話說，青蛙的眼睛也參與了吞嚥。演化常常不是重新打造工具，而是把已有結構拿來做新的用途。在青蛙身上，連視覺器官也成了进食系統的一部分。66. 植物會用气味發出警告。植物沒有腳，不能逃，但這不代表它們只能默默挨打。當植物被毛蟲啃食時，可能会釋放揮發性化學物質，這些氣味訊號可以警告附近植物提高防禦，有些甚至會吸引寄生蜂等天敵來攻擊正在啃食植物的昆蟲。植物的世界比我們想象的活躍，它們感知、反應、發訊號。風裡飄過的不只是花香，也可能是一封求救信。67. 蚯蚓是土壤工程師。在你腳下，蚯蚓默默工作，它們吞入土壤和腐爛有機物，再排出富含養分的糞土。它們鑽出的通道讓空氣和水進入土壤，它們的移动混合不同土层，促進養分循環。農田、森林、草地的健康都和這些安靜的地下工人有關。蚯蚓没有建造高楼，但它们讓整片土地变得能呼吸。68. 長頸鹿一天可能睡不到2小時。長頸鹿體型高大，在野外很难安全地长時間躺下，它們因此睡得很少，有時一天總睡眠時間不到2小時。休息時也常保持警覺。群體中可能有成員負責留意周圍危險。對長頸鹿來說，睡眠不是單純放鬆，而是一場在生存壓力下精準控制的妥協。69. 微生物開始學會分解塑膠。塑膠曾被認為很難消失，但近年來，科學家發現一些細菌和真菌能分解某些塑膠，尤其是 PET 類材料，它們會產生特殊酵素，把塑膠分子拆成較簡單的化合物。速度不一定快，但這項能力為塑膠污染處理帶來新的希望。工程師也在研究如何強化這些酵素，用於回收與環境修復。這不能解決所有垃圾問題，但它說明一件事：即使在人類製造出的混亂裡，生命也在尋找新的縫隙。70. 北極狐換上季節的外衣。北極狐生活在嚴寒世界，它的毛色會隨季節改變。冬天，它披上白色厚毛，與冰雪融為一體；夏天，它換成棕色或灰色，更接近岩石與苔原植被。這既是偽裝，也是生存。它能躲避敵人，也能悄悄靠近獵物。它的腳底甚至有毛，像穿着天然雪靴。在零下幾十度的世界裡，每一寸身體都被演化精心調整。71. 深海像另一顆星球。深海沒有陽光，水壓巨大，溫度寒冷，食物稀少，但那裡不是荒漠，那裡住着形狀怪異、會發光、
半透明，像外星雕塑般的生命。有些靠热液喷口釋放的化學物質生存，有些慢慢漂浮在黑暗中，有些張着巨大嘴巴，等待罕见獵物靠近。深海讓我們明白，地球本身就藏着一個外星世界，我們不必離開太陽系，也能遇見完全陌生的生命想象。72. 鳥類會使用工具。使用工具並不是人類獨有，新卡里多尼亞烏鴉能把枝條加工成鈎子，用来取出藏在缝隙裡的食物。綠鷺會把小物體丟到水面，吸引魚靠近，再突然捕捉。工具不一定是鋼鐵和機械，有時一根枝條、一片葉子、一塊石頭，就是智慧伸出的手。73. 駱駝是匮乏世界的專家。駱駝可以長时間不喝水，它不是把水存在驼峰裡，驼峰主要儲存脂肪。它真正厲害的是整套身体設計，它能承受脫水，能讓體溫在一定範圍內波動，減少出汗。紅血球形狀特殊，有助於在缺水與補水時維持循環。長睫毛可閉合鼻孔，寬大的腳掌也都適合沙漠環境。駱駝不只是沙漠裡的交通工具，它是演化打造出的耐力機器。74. 小雞破殼前就開始說話。雞蛋看起來安靜，但裡面並不沉默。小雞在破殼前就會發出微小聲音，它們可以和母雞互動，也可能和同窩兄弟姐妹同步孵化時機。蛋殼不是隔絕世界的牆，它更像一個薄薄的房間，裡面已經有生命在低語。我快到了。75. 有些昆虫能被冰封後活下来，一些昆虫生活在極寒環境，它們能进入特殊冷凍狀態，身體產生抗凍物質，或控制冰晶形成，避免細胞被破壞，新陳代謝降到極低。它們不動、不吃、不長大，但仍然活着。等溫度回升，它們再次甦醒。在冰雪之下，生命不是完全消失，有時它只是暫時沉睡。76. 北极熊的皮膚其實是黑色的。北極熊看起来是白色，但它的皮膚其實是黑色的。黑色皮膚有助於吸收熱量，而它們看似白色的毛髮其實是半透明的中空毛，能散射光線，讓它看起來與冰雪融為一體。這種設計同時兼顧保暖和偽裝。在冰原上，北極熊像白色幽靈，但在那層白色之下，是為吸收每一絲溫暖而準備的黑色皮膚。77. 水母能自我克隆。有些水母在生命早期可以透過无性方式產生新的個體，水螅體階段會長出新的水母，像從同一個生命基座上分裂出一個又一個漂浮的身體。這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複製魔法，而是生命週期中內建的再生與延展策略。在潮汐之間，水母像一種古老而柔軟的生命形式，在死亡、新生和重複之間漂流。78. 人體會發出微弱光芒。你比自己想象的更亮。人體會發出極微弱的生物光，這種光不是螢火蟲那種可見閃光，而是細胞代謝過程中產生的微弱光子釋放。它非常暗，比人眼能察覺的光低很多，但它確實存在。你在黑暗中不會像燈泡一樣發亮，但你的身體並非完全沉默。它呼吸，它運轉，它在極深的黑暗裡輕輕閃爍。79. 有些魚會走上陸地。海洋和陸地的界限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絕對。彈塗魚能在泥灘上移動，用胸鰭支撐身體，甚至透過皮膚和口腔內膜呼吸。有些鳗魚也會在潮濕夜晚穿過草地，尋找新的水域。這些生命站在水與岸之間，它們讓我們想起遠古時期
脊椎動物也曾一步一步離開海洋，每一次濕泥上的爬行，都像是演化記憶的一次回聲。80，一滴海水就是一個宇宙。把一滴海水放到顯微鏡下，你會看到一整個世界。細菌、藻類、浮游動物、微小幼體，像透明寶石或外星雕塑般漂浮。有些會發光，有些會捕食，有些只是被洋流帶着漂移。我們看見一滴水，但裡面可能藏着成千上萬個生命。原來，海洋不是由水組成的空曠世界，它像由無數微小星系組成，每一滴都有自己的宇宙。81，酸池和熱泉裡也有生命。有些地方對大多數生命来說像地獄，高溫、強酸、礦物質濃度極高，例如黄石公園的熱泉，或東非的極端鹽酸環境，但那裡仍有微生物生存，它們靠硫、鐵或其他化學物質獲取能量。細胞膜和蛋白質經過特殊調整，能承受高溫和酸性。這些極端微生物可能類似地球早期生命，也可能提示我們外星生命可能存在的方式。在最不像生命能存在的地方，生命仍然低聲說：“我可以試試看。”82，植物晚上也會計算。白天，植物用陽光制造糖分，並把一部分糖儲存成澱粉。夜晚來臨，光合作用停止，植物就必須分解澱粉維持生命。但它不能用得太快，不然天還沒亮就耗盡能量；也不能用得太慢，不然資源浪費，生長受限。研究顯示，某些植物能根據剩余澱粉量和距離黎明的時間調整消耗速度。它没有意識，也不会像人類一樣做算術，但它的分子系統完成了一種極精準的生物計算。夜晚的植物不是睡着不動，它在黑暗裡安靜地管理自己的明天。83，貓頭鷹飛行時幾乎沒有聲音。貓頭鷹是夜間獵手，它飛過時，空氣幾乎不發出聲音。秘密在羽毛裡，它們翅膀前缘有細小锯齒狀結構，能打散氣流。羽毛表面柔軟，能吸收聲音。羽毛间距也降低了震動和噪音，結果就是一種近乎幽靈般的飛行，沒有呼嘯，沒有拍打，只有獵物尚未察覺的陰影劃過夜空。84，鴿子能認出人臉。城市裡的鴿子常被忽略，但它們並不笨。研究顯示，鴿子可以記住人類臉孔，甚至能分辨曾經友善或威脅過它的人。即使換了衣服，它們仍可能認得出來。在熙來攘往的街道上，它們不是背景，它們一直在觀察、記憶、學習。85，最大生物可能藏在地下。世界上最大的生物不一定會奔跑，不一定會咆哮，也不一定看得見全貌。在美國俄勒岡州，曾發現一片巨大的蜜环菌個體，菌絲在地下蔓延，覆蓋面積非常驚人，年齡可能已有數千年。地表上你看到的只是偶爾長出的菇，真正龐大的身體在土壤下方。這提醒我們，你腳下的世界可能比眼前的森林更加龐大、古老，也更加活躍。86，蜜蜂會互相學習。蜜蜂不只是本能驅動的小機器，它們也會透過觀察學習。實驗中，一只蜜蜂學會拉線或推動小球取得獎勵後，其他蜜蜂透過觀察也能學會。有時，它們還会找到更有效率的方法。知識在蜂群裡傳播，不是靠語言，而是靠示範、觀察和行動。蜂巢裡流動的不止花蜜，還有經驗。87，有些魚睡覺時一半大腦醒着，睡眠很普遍，
但睡眠方式可以非常不同。一些水生动物和魚類會以特殊方式休息，讓身體降低活动，同時保持对環境的警覺。在水下，完全失去警觉可能很危險。有些海洋动物甚至能讓一半大腦休息，另一半保持清醒。海洋裡，連睡眠都不能完全放心，即使在夢裡，生命也要留一只眼睛看着世界。88. 变色龙不只是为了偽裝而变色。很多人以为变色龙变色只是为了躲起來，但其實它們的顏色還和情緒、溫度、社交訊號有關。平靜時，它們可能呈現綠色或棕色；興奮、緊張或求偶時，顏色會變得鮮明。變色龍皮膚裡有特殊結構，可以調整光的反射，這也是一種結構色，不只是顏料變化。它的皮膚像一面情緒旗幟，不只用來消失，也用來表達。89. 地球磁場影響許多動物的遷徙，不只是鳥類，海龜、鮭魚、某些昆蟲，甚至一些細菌，都可能利用地球磁場辨認方向。海龜能回到出生海灘附近產卵，鮭魚能從海洋回到原本孵化的溪流，候鳥能跨越大陸。地球周圍那些無形力線，像一張看不見的地圖，我們感覺不到，但許多生命正在依靠它回家。地球低語，生命聆聽。9時，生命總能重新開始。走到這裡，我們看見了太多生命的方式：會倒轉時間的水母，能在太空幸存的水熊蟲，會發光的海洋，會互相低語的森林，會用身體造橋的螞蟻，會唱歌穿越大海的鯨魚，會在冰中等待春天的青蛙。生命經歷過災難、滅絕、冰封、黑暗、高溫、酸池、真空和時間。每當它看似被逼到盡頭，它總會找到新策略：長出羽毛，長出皮毛，長出盔甲，長出思想。它建造珊瑚礁，編織真菌網路，挖出巢穴，築起城市，在洞穴、熱泉、深海和沙漠裡，一次又一次重新開始。生命並不完美，也不總是溫柔，但它頑強，它適應，它不斷讓我們驚訝。此刻，世界某個角落，也許一株珊瑚正在黑暗中釋放卵子，一隻鳥正在半夢半醒中飛越海洋，一朵花正在感受蜜蜂翅膀的震動，一粒種子正在土壤裡等待雨水。而你也在這個故事裡，你不是站在自然之外觀看它，你就是自然的一部分。細胞、記憶、呼吸、火花、星辰、海洋、微生物、光，你是地球漫長演化中一條仍在延伸的生命線。故事還沒有結束，它正在你每一次呼吸之間繼續書寫。